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很多人问我如何学好中文，我把自己学习中文的方法详细分享出来。这些方法非常有用，简单，照着做一定能学会。1. 在生活里多用中文练习。学习中文，最重要的是在生活里多说。我每天出门前，都会在手机记事本写几句话。这些话，就是我可能会说的内容。比如去早餐店，我会写：老板，我要一个煎饼果子，加一个鸡蛋。到了店里，我看着老板，慢慢地说出这些话。如果没听清老板说什么，我就笑着说：请再说一次，谢谢。老板都会耐心地再说一遍。坐地铁的时候，我也会主动问别人问题。我看着旁边的阿姨，问：阿姨，去故宫在哪个站下车？阿姨笑着回答：在天安门东站下车就行。如果她说得太快，我就说：阿姨，可以说慢一点吗？阿姨就会说得慢一些，还会多解释几句。逛超市也是学中文的好办法。我每拿起一样东西，就在心里先想它的名字。比如拿起一个苹果，就在心里念苹果，苹果。然后看看包装上写的字，是不是一样？遇到不认识的东西，我就拍一张照片，回家用翻译软件查，然后记在小本子上。有一次，我去水果店买水果，我想吃一种黄色软软的水果，但是忘记了名字。我就跟老板说：老板，我想要那种黄色软软的水果。老板问我：你说的是不是芒果？我赶紧说：对对，就是芒果，买2个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记住芒果这个词了。后来再去哪家店，老板还会问我：今天还要芒果吗？2. 把汉字变图画记字。刚开始学汉字，我觉得非常难，怎么都记不住。后来我发现一个好办法，就是把汉字变成图画。比如日字，就像圆圆的太阳，我在纸上画一个圆，这就是日。月字呢，就像弯弯的月牙，我画一个弯弯的形状，就是月。山字像3个小土堆，我画3个尖尖的形状。看这些图画，就能记住汉字了。我还做了很多小卡片，
卡片一面画画，另一面写字。我画一个人靠在一棵树旁边，旁边写上“休”，这样我就记住了。休就是休息的意思。我把这些卡片贴在家里各个地方，冰箱上贴一张，镜子前贴一张，书桌旁边也贴一张。每天刷牙、吃饭、写作业的时候，都能看到。看的次数多了，自然就记住了。有一次，朋友来我家玩，朋友看到我贴的卡片，觉得很奇怪。朋友指着一张卡片问我，这个类字为什么这样写？我告诉朋友，你看，左边是目，就是眼睛；右边是水，眼睛流水，就是哭了。所以这个字是泪。朋友听了，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也要用这个办法。”3. 玩游戏学中文。学习中文不用一直死记硬背，玩游戏也能学。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玩你画我猜。我们找一块白板，一个人在上面画图，其他人看着图，用中文猜词语。画图的人可以写几个简单的字来提示，比如画一条鱼，再写水里游。有一次，我画一个圆，中间点一个点，还在旁边写晚上发光。大家猜了很久，终于有人说是月亮。我们都开心地笑起来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中文猜谜游戏也很好玩。我们在网上找了很多谜语，比如一个人，一张口，答案是和字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都在猜答案。猜对的人特别开心，还会接着出谜语。通过猜谜，我们记住了很多汉字。还有指令动作游戏，一个人说中文指令，其他人要照着做。比如有人说，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挥挥手，大家就赶紧去做动作。如果做错了，或者做得慢，就要请大家喝一瓶饮料。这样学中文，一点都不累。4. 大胆说和自己提高。学习中文，不要害怕说错，大胆开口说就行。我每周都会去2次中文角。去之前，我会在网上找一些能聊的话题，比如喜欢的中国城市、中国的美食。到了中文角，我主动走到别人旁边，我说：“你好，你去过上海吗？”
如果有不会说的词，我就用简单的话讲。我说，那个有很多高房子，很大的地方，别人就会告诉我，你说的是城市，还会教我怎么说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。我每天都会用手机录音，我对着手机说当天做了什么，吃了什么。说完以后，我仔细听录音，把说的不对的地方都标出来。下次遇到中国朋友，我就问他们，这句话我这样说对不对？朋友们都会耐心地教我。平时走路、坐车的时候，我也在心里想中文，把新学的词语和句子都在心里说一遍。时间长了，我的中文就说得越来越好。这些就是我学习中文的方法，真的很有用。我就是用这些方法学会了中文。只要你坚持去做，也一定能学好中文。如果你在学习中遇到问题，随时可以问我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